穿成冷宫里的狒狒后，我两眼一闭就是睡。饿了渴了，我睡；病了累了，我睡；外头贵人揭发贵妃与太医私通，我还是睡。直到同为狒狒的一贵人上吊去了后，狗皇帝把他8岁大的儿子过继给了我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是被李公公踢醒的，醒来时嘴角还挂着一丝口水。午后阳光正烈，刺得我差点睁不开眼。逆光而战的李公公笑得很是和煦，好似方才大力踹我的不是他。林贵人好睡，我擦擦嘴角，试图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狼狈。好睡，好睡。李公公笑容更大，随即从背后拉出一个8岁大的小孩往我面前推。隔壁一贵人去了，皇上让我把18皇子过继给您。说罢，关门落锁，走人，一气呵成，留下我与这个白白得来的18皇子大眼瞪小眼。毕竟我穿进来的这具身体也才16岁，当他皇姐还差不多。萧文这狗皇帝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生米既成熟饭，我试图让自己更快地进入额娘这个角色，俯下身开始与他套近乎。18皇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18皇子垂头摆弄着腰间的玉佩，眼睛红了一圈。我继续耐着性子，你生辰是什么时候？18皇子眼睫轻颤，豆大的眼泪啪嗒啪嗒掉了下来。热脸贴了冷屁股的我，好没礼貌的小孩。从袖子里扯出手帕盖在脸上，我佯装生气，躺在桂花树下开始装睡。18皇子许是估摸着我睡着了，这才慢吞吞挪到门槛处坐下，双手抱膝，下巴支在胳膊上，秀白的小脸平静克制，还有一丝落寞。侍卫送来的饭他不吃，水不喝，觉也不睡，我也不管。苦苦煎熬3日后，他终于支撑不住，晕过去了。再不济也曾是宠妃生下的皇子，守门的侍卫脚不沾地就去请了太医。太医开了几副补药，又细细叮嘱了些注意事项才离去。第2日，18皇子醒来，我冷脸端足了恶毒继母的事吓唬他。18皇子，皇上既然把你过继给了我，有些事本宫还是要告诉你。第一，你现在是我的儿子，故去的一贵人今儿起便与你再无瓜葛。若你再继续为他伤情绝食，仔细你的皮。第二，你我如今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不要给我惹麻烦。第三，本宫宫里不养闲人，这儿有袋菜子，你去院子里种下来。昨个太医告诉我，18皇子正是长身体的年纪，需要多吃蔬菜。奈何冷宫里顿顿都是馊汤馊饭，我一没有银子，顿顿托人给他送，只好先委屈他等一段时间了。吩咐完，我伸了个懒腰，倒床就睡。昨夜凌晨，他发了场小烧，我照顾他直到天微亮。起来时，他已完成了挖坑、丢菜籽、浇水，正在盖土。薄汗附在他脸上，粉白的小脸晒得通红。见到我，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低声道：“母后，我盖不动了。”这声母后叫得我心情大好，我挥挥手：“我来。”你去玩吧。18皇子没走，他转身舀了瓢水，高高举起递到我面前，真诚道：“母后，呵。”我接过瓢，嘴角弯了弯，这小子还蛮上道的吗？至此，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以前我两眼一闭就是睡觉，一天只吃1顿饭，现在两眼一睁就是种田、做饭、干饭。1月下来，18皇子比之前圆润了不少，眼里悲伤渐渐褪去，面上开始多了微笑。一双眼睛笑起来的时候，竟也会有细碎的星光。装死许久的系统声也趁机响起来，恭喜完成第1关，收养废弃皇子，并温暖他。羁绊已建立，下一关即将开启，敬请期待。我无语，莫名其妙带着系统穿越了不说，穿的哪本书，是什么走向，任务是啥，全都不告诉我。被动等待装死的系统掉落随机任务就算了，竟然还有任务完成了才告诉我任务的。我忍不住仰天长啸，坑爹！系统被我嚎得捂住了耳朵，心虚道：“我的错，给你提示下吧，这是一本权谋世界的小说，18皇子萧月是男主角，现在的皇上是平南王推上去的傀儡。我现在只能告诉你这么多，但你可以想想，萧文为何要把萧月过继给你，然后开始为接下来的任务做准备了。”我无语。
好在虽然信息不多，但多少有点用。既然萧月走的是权谋线，那么读书必不可少。思及此，我朝正在挽发树簪的18招了招手，过来，萧月。萧月闻声放下手里的木梳，哒哒哒地跑了过来。明明才8岁，行止间却自带一股清风朗月之气，眨眼间便到了我面前。母后，我摸了摸他的头，萧月，你可知你其他皇兄都在做什么？萧月略略思索，道：读书。我点头，对，所以我们也要读书。萧月哦了声，行完礼就要退下，我高声叫住了他，慢着。萧月转过身，清澈璀璨的眸子疑惑地瞧着我。我上前，声音软了下来，衣服都没穿好，像什么样子？头发也没梳，我给你梳吧。萧月乖乖坐下，待我心满意足捣鼓完，站他面前一看，歪的，正凑上去打算重新弄，萧月却忽然红了耳尖，没事，儿臣很喜欢，谢谢母后。这之后，萧月每次见我都目光闪躲。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梳我头发而已，犯禁忌了。好在没几天后，萧月又恢复了之前软糯糯的小太阳模样。我耸耸肩，可能小孩也有自己的烦恼吧。我做了几件绣品送给送饭的小太监，每隔1月，他会给我带来一本指定的书，从三字经到管子，一晃2年，18个字猛长，我竟要仰头望他了。只是不知为何，性子却越发赖皮软糯了。这一日，我让他背曹植的君子行，却是怎么也背不出来。我气得差点撅过去，这首诗你9岁就能倒背如流，如今一句也不记得。一个小小的脑袋顺势搭在我膝上，肌实如玉的脸上眼睫抖动，声音委屈：母后，儿臣知错了，母后不要生气了。你知道的，我自小就没了母亲。说完还像小狗似的蹭了蹭。若不是看到他脸上若有似无的笑意，我差点就信了。嫌恶似的推了推他的头，终究还是没舍得对他疾言厉色。明日若不记得，母后便要打你手心了。谁知他果真不记得，还乖觉地伸出手，笑眯眯的给母后打板子。我怎么还有人上赶着讨打的？揉揉突突跳的眉心，我疲惫道：石圈。以往每次他犯错，我都会这样惩罚他。院子不大，他跑下来气都不带喘的。这次才刚跑1圈，却一头栽进我怀里。母后，儿臣跑不动了。说罢，还在我颈窝蹭了蹭。温热的气息和好闻的松木香瞬间充斥鼻腔，砸得我晕头转向，浑身一个机灵，几乎是下意识的，我一把推开了他。背后传来萧月慌张无措的声音：母后。关上门，猛灌了2口水，我终于冷静下来，不禁觉得自己有些多虑。说白了，在现实生活里，萧月也还是个孩子，连小学都没毕业，又怎会懂得男女大防这事？更何况我还是他名义上的母后。恰在此时，系统任务又开始掉落了。现在开始第2关，请想办法帮助萧月出冷宫，开启萧月的夺嫡感情线。我夺嫡就夺嫡，收后宫就收后宫，什么夺嫡感情线？垃圾系统！苦思冥想1下午后，我终于想出了办法。兴冲冲正要告诉萧月，打开门就看到他不安踌躇的样子。联想到上午过激的反应，我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。那个，哈哈，我刚刚想到了一些问题，所以有些激动。萧月神情明显一愣，突然绷紧了身子，微笑道：母后想到什么？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萧月此刻似乎很紧张，看似笑着，眼神里却透着慌乱。我摆摆手，赶紧转移话题，就是萧月，你想不想出去？闻言，萧月紧绷的神情终于松弛下来，背对着我从树上掐下一朵冬桂放在手心后，恢复了平日里的春风和煦。母后打算怎么出去？我得意地打了个响指，当然是正大光明地走出去。是夜，我和萧月相视一笑，一把火点燃了所在的七无院。后宫妃嫔都在太后宫里开宴贺寿，在宫女太监们的奔走相告下，很快来了这里。火被扑灭大半后，我沾了点柴灰抹在脸上，顺势躺下，像死人一般。萧月则抱着我的双臂开始晃，像他亲娘第一次死那样，哭得声嘶力竭。母后，母后！不多时，一个身影在我面前蹲了下来，
而后人中一紧，我晃晃悠悠转醒，紧接着开始哇哇大哭。皇上，皇上，是谁要害臣妾？皇上，臣妾好害怕，你听听臣妾的心慌不慌？萧文嘴角抽了抽，想把手从我手里抽出来，又被我一把拉了回去。来回折腾几次后，他妥协了，不自然地清了清嗓子道：“来人，把林贵人和18皇子带回勤政殿安置，去请太医来。”不妥，皇上忙于朝政，臣妾愿为皇上分忧。说话的是皇后，她朝皇上扶了扶身子，审视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后，转头向皇上做足谦卑的姿态。说是谦卑，其实态度强硬得很。谁让他爹是设定里权倾朝野的平南王，是和先帝打下大雍江山的人。萧文坐上皇位就是他推上去的，多少年来，他们父女俩就是这样把持着前朝和后宫。一贵妃被贬贵人，打进冷宫，也有他们的手段。萧文也知道，但他无可奈何，所以他也做不了我们的主。丢给萧月一个意味不明的眼神后，他也走了。皇后一个眼刀子过来，比檐下的冰渣子还动人。这火也起得太巧了，你说呢，林贵人？我缩了缩脖子，竖起3根手指，义正言辞发誓，定是有人想置臣妾于死地，娘娘救我。说完，我裙摆一掀就跪在了地上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萧月顺势也眨巴着眼跪倒我身旁，凉凉的指尖在袖袍下轻轻握住我的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委屈道：“母后，儿臣害怕。”皇后蹙眉：“18皇子10几岁了吧？怎么还跟一个4、5岁的稚童一样不懂礼数？”我讪笑：“娘娘莫怪，18皇子自他生母去后便发了场烧，太医说他被烧傻了。皇后本来是要把我和萧月打发去给一贵人守坟的，闻声似是改变了主意，端起茶鞋逆着我和萧月道：让他把这个9龙环解开，本宫就可以不怪。”我面色微变，这个9龙环要解开并不难，但凡是个智商正常的，只要略加思索都能解开。可问题萧月现在是个傻子，皇后此举分明是在试探他，解不解开都是在劫难逃。我脑子飞快地转要怎么做，下一秒一阵玉环破碎的清脆声响了起来。萧月站在一堆碎玉前，傻兮兮地拍手傻笑：“解开了，嘻嘻。”我一拍脑袋，皇后的目的本就是为了试探萧月，如今玉环虽坏，但也完成了任务。一来砸坏皇室财物是藐视恩宠，正常人不可能这样做；二来萧月确实解开了玉环，皇后没理由发难。思及此，我哭丧着脸，啪嗒一下又跪了下来。皇后娘娘赎罪，萧月如今神志不清，才打碎了娘娘的玉环，娘娘大人大量，不要跟18皇子一般见识。皇后闻言，本来阴沉的脸瞬间笑了开来，本宫倒也犯不着跟一个傻子计较，传出去还说我苛责你们母子。左右风华院还空着，你们且先搬那儿去吧。晚上，萧月按例给我铺好床，我一屁股坐上去，刚想让他离开，就听到萧月温润如玉的声音：“方才母后让父皇听听心慌不慌是什么意思？”我面皮一热，就是字面意思。萧月委屈巴巴地上前，坐在我床上，目光真挚，那我也要听。此刻的萧月十分好看，凤眸微扬，眸光流转，宽大的袖袍下，俊如修竹的手一点一点覆上我的，直至完全盖住扣紧的瞬间，忽然垂眸一笑，烛火摇曳下，眉目如画，似轻弹映月。一声鼻息轻笑后，萧月的脸已贴到我面前，眼睫颤动，微微勾起的唇角恶趣味满满。愣神间，一个温润潮湿的事物贴上我的耳间，低语道：“母后，儿臣今年14岁了。”不是才10岁吗？萧月笑意盈盈地瞧着呆愣着的我，眼里水波荡漾，似有流光倾泻。父皇把我送给你的时候，我已经12了。我又疑惑了，那又怎么了吗？萧月笑了笑，不再吱声，在案桌上摆下棋盘后，展袖坐了下来，凝息静气，像是在等着什么人。1刻钟后，皇上推门走了进来，眼神里睿智笃定，不再是白日里的软弱和隐忍。萧月睁开眼，同样的目若寒星，眼神冷冽。待皇上坐下后，他率先在棋盘上掷下一枚黑子：“父皇，儿臣开始了。”萧文同样掷下一枚白子，盯着棋盘，
目不转睛。若你是一个手无实权的傀儡皇帝，权臣当道，你当何为？萧月游刃有余的落子，韬光养晦，卸磨杀驴。萧文落下一子，接着发问：何谓权谋？萧月语气淡淡，利用所有能利用的力量，宫女太监为眼，皇室、权臣、世家、江湖为骨，彼此倾轧，彼此牵制。奸臣构陷忠臣，欲杀之，杀否？若为江山计，杀。父皇，我赢了。萧月目光熠熠，从容尽显。一来一往间，胜负已定。萧文放松下来看了看我，忽而笑道：我会按计划行事，接下来便看你了。我听得稀里糊涂。送走萧文后，萧月把头搁在我膝上，眼里璀璨如星河。我终于等到这天了，母后。我不知道萧月什么时候离开的。第二日醒来，便听得宫里都在疯传平南王被擒，皇后被废，萧文退位出家，萧月登基称帝的消息。一切发生得太快，我还来不及反应，便被疾跑而来的人抱进怀里。萧月月牙白的衣襟上溅着点点鲜血，腰也若红梅，语气里满是兴奋：母后，我成功了。话落，一个冰冷柔软的嘴唇便已吻上我的，唇齿交互，攻城略地，反复碾磨。萧月捧着我的脸微微喘气，红了眼眶，语带祈求：母后，我母亲走了，父皇也决意要出家，我现在只有你了，你不能离开我了，好不好？我听明白了。萧文自登基那日起，便知道自己是个手无实权的皇帝。10几年来，他一直在谋划暗中除掉平南王，为此不得不斩杀了宜贵妃的生父淮安王，宜贵妃也因此吊死在了梁上。平南王和皇后本来还要逼萧文杀了萧月，是萧文冷脸寸步不让。朕与淑仪就这一个儿子，平南王还要赶尽杀绝吗？淮安王本就是被平南王逼死的，萧文和宜贵人生死相隔，亦是他一手造成。他逼急了萧文，于是双方都做出了妥协，就是把萧月过继给废妃，断掉他夺嫡的可能性。萧文挑中了我，原因无他，季婉玲的生父是一个忠臣，原身亦是各面冷心热的女子，萧文相信她。随着萧月年岁渐长，萧文身子也大不如前。两人约好，除掉平南王后，萧文退位，他登基。第二日，如计划那样，平南王上朝时，被萧月带领的暗卫生擒活捉。此时的平南王已年迈，党羽基本已被分解得七七八八，自此大计终成。萧文当堂宣布退位出家，让萧月登基，底下的文武朝臣皆是一震，随即开始刁难萧月。可萧月都一一化解了，他有能力，又是萧文亲传的皇位，至此再无人有异议。萧月成功浴血登基。我笑，那我设计让你出冷宫，岂不是多此一举？萧文在背后搂住我的腰，头搁在我肩上蹭了蹭。若不是皇后把你带我出冷宫的事情告知平南王，他久不上朝，又怎会火急火燎地赶来？母后陪着我好吗？我和母亲刚进冷宫时，母亲日日黯然神伤，更无暇顾及我，以至于我又瘦又小，母后刚见到我时才会以为我8岁，实际我那会儿已经12了。我是你养大的，你要对我负责，好不好？我回抱住他，好。时间过得很快，眨眼冬去春来，距离萧月登基已过去了1年，可他依旧一下朝就往我这儿赶，看看书，吃饭。新纳的几个妃嫔宫殿，他一次也未曾踏足留宿。后宫怨声载道，我听到的非议渐渐声如潮水。萧月虽有心捂住，却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涌入我耳朵，多是骂我老妖后，心思不正，霸占着皇上。萧月在来时，虽有心掩盖身上的戾气，眉间的疲惫却怎么也盖不住。我轻笑着给他倒了杯茶，那些言官们又让你立后了？萧月埋头吃着我做的桂花酥，囫囵道：我挑眉，他们倒也没说错，你确实该立后了。萧月置若罔闻，母后分明知道，我心中的后位一直心属于你。我摇了摇头，一点点看他头倒在桌上。睡着的萧月更好看，冷冽褪去，只剩朗目舒眉，还有些孩子气。我叹口气，去把静妃叫来吧。他一心仰慕萧月，更识大体，想必会对他更好。至于我，自萧月登基那一日起，我便知道
我俩的身份此生再无可能。他的前半生都太苦了，我不想他当皇上了更苦。凌晨花未眠时，我从马厩里牵出我养了1年的小红马，装上我早打点好的金银细软，在狭长的公道中策马向前。我去了西域，没有被现代工业污染的西域美得令人窒息。芨芨草在晚风里轻轻摇晃，发出簌簌的声响。头顶是蓝宝石一样的天空，缀着点点繁星。晚风一吹，我忽然有些想萧月。3月不见，不知道他是不是快把我忘记了。这一想，我当晚就去最大的胡人酒肆里点郎官了。胡人就是豪爽，我扔下一把金瓜子后，如水的郎官便排了几排站在我面前。我酒喝得醉醺醺的，一时间也说不准要谁，索性让宝娘来给我筛。我要眼睛是凤眸的，右眼角下有颗泪痣的。宽肩窄腰，身姿挺拔，面若冠玉，温润俊美，星目含微，英气逼人。老鸨一听，甩了甩帕子，吃瓜道：“我说大小姐，你这一个两个要求我咬咬牙还能给你找到，你这连泪痣都具体到了，你不如告诉我你心上人是谁好了。”我鼻子一酸，咧嘴笑得苦涩，摇摇晃晃站起身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不告诉你，不能告诉你。脚下一滑，就在我以为要摔个狗吃屎的时候，一双干燥有力的大手稳稳搂住了我的腰。眼前人清风朗月，眼下一粒泪痣腰也出尘，模样竟与萧月8分相似，只是比萧月多了几分冷冽沧桑和潦倒。我恍神，萧月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？身子将将站稳，我将错就错，搂上他的脖颈，垫脚吻了上去。面前人似乎也喝了酒，唇齿间浓浓的酒香。被我吻住后，先是一愣，随即化被动为主动，引导我缠绵往前。第2日醒来，我头痛不已，转头看到萧月长袍凌乱，颈间好几个红红的草莓印时，我整个人都不好了。蹑手蹑脚刚要离开，手腕却被人一把拉住。萧月睡眼朦胧，眼里却是一片清明。你要去哪儿？见我不回答，语气更是冷若冰霜。睡了本王还想走，好大的胆子！说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，我出宫2日后，萧月便四处张贴了我的画像，势必要把我抓回去。我此番是易容了的，心里微微松了口气。我随便捏了个名字，周玄九。萧月若有所思，似乎是在回味我与我，周玄九，您做我。确实好名字。揉了揉酸痛的眉心，萧月淡声道：“你走吧。”我穿戴好衣服，要下楼时，刚好看到靳飞火急火燎地提着裙摆上楼。他眼里只有萧月，没注意到旁边的我。一见萧月，他便扑进他怀里，哭得眼睛红红，花灯看得好好的。你怎么就突然跑出来了？一晚上也不回去，我跟长东都快急死了。萧月用指腹给他擦去眼角的泪，捧着他的脸低声哄道：“昨晚在这喝了点酒就睡下了，别哭了，我好好的呢。”靳飞赵子月破涕为笑，两人紧紧相拥，一个身姿挺拔，一个娇小玲珑，挺配的。萧月如今是皇帝，冷宫那样的记忆也不该再有。咽了咽酸涩的喉咙，我转身下楼。秋季的西域迎来了1年中最热闹的节日苏幕遮，单身的少男少女们可以穿红衣出行，前往宝阙楼。若有看对眼的，便可交换一件信物，挂在楼中的祈愿树上，由店家拍卖出去，给其他人沾沾喜气，寓意天结良缘，好运连连。我看中了一块镶嵌松花石的红色腰带，刚举手，一个明媚娇俏的声音也同时响起：“我要。”视线对上，赵子月拘谨地朝我吐了吐舌头，挥手打了个招呼，面带歉色。萧月坐在他身旁，目光困倦而懒散。我举手：“20两。”赵子月紧跟其后：“50两。”我再举手：“100两。”赵子月直接翻倍：“200两。”我咬咬牙：“500两。”500两是我的极限。赵子月也面露难色。就在我以为志在必得时，懒散清润的男声响起：“1000两。”围观的人倒吸一口冷气。这条腰带撑破天也就是200两，如今翻了5倍。再看竞拍的人，个个俊男靓女，不由得纷纷露出看好戏的眼神，窃窃私语着。罕见的，萧月弯了弯嘴角，挑起眉梢，也朝我挥了挥手。赵子月晃着他胳膊，娇笑撒娇：“
阿月最好了。我腾地站起身，咬牙切齿敲了敲系统，死出来。帮助萧月登机我做到了，后宫也给他收了，请问我可以回到现实生活里了吗？系统了半晌，最后道：你真的确定要回去吗？自你车祸那日起到现在，你在现实世界的肉体已经腐烂了，你现在是公园里一块冰冷的墓碑。况且，你真的舍得萧月吗？你这一回去可就再也回不来了。系统还要循循善诱，我恶狠狠道：闭嘴！我头也不回走了出去，漫无目的走了几步，胳膊却被人拽住。萧月拉着我的手，一改方才的嬉笑散漫，眉宇间一片心伤。母后，我气红了眼，说话口不择言。你什么意思，萧月？你明知道我喜欢那块腰带，还要出高价跟我抢？你要讨好心上人，不至于踩着我给我难堪吧？说完，豆大的泪珠从我面颊滚落而下。萧月手足无措地给我擦泪，不是给你难堪，我是吃醋，是想着你是不是要拍下这腰带赠给谁。你别哭了，明知道我喜欢你，还要说这种话激我。说罢，便把方才拍下的腰带给我系上。我脸颊一阵发烫，萧月搂着我的腰，额头抵上我的，那难道母后你也喜欢我的是不是？我点头，可是……萧月吻上我的唇，指尖在上摩挲了下，没有可是，我只爱听你喜欢我，其他的交给我来。我重重点头，好。离开萧月的这段日子实在太难熬了，我不想再瞻前顾后了。对我来说，过程远比结果重要，而我一直都有离开的勇气。牵着我的手，萧月要带我回去找赵子月和他会合，人群里却突然开始爆发了骚乱。一群蒙着面纱的人见人就砍，手持弯刀直直朝萧月砍来。常东及时赶到挡了回去，赵子月竟也一改柔弱姿态，迅速加入了战斗。人群瞬间作鸟兽散，留下一个小孩愣在原地哇哇大哭。为救他，萧月躲闪不及，挨了一刀，直刺进心脏，鲜血直流。萧月强撑起身子，带着我躲到屋子里，面色一片苍白。我冷静利落地撕下裙裾一角给他止血，手却哆嗦不已。萧月虚撑着眼皮安慰我：别怕，母后，我的心脏在右边，我不会死在你面前的，我还有好多事没跟你一起做呢，譬如……萧月意有所指，我忍不住想揍他，慌乱的心情消了大半。细细包扎完，萧月一把拉过我，搂在怀里，有些哽咽道：这次回去不要再想着离开了好不好？我回抱住他，赵子月和常东进来时，萧月正钳着我的下巴，吻得难舍难分。赵子月脸上溅着鲜血，脸皱成了麻花，说话像淬了毒一样：萧月，姐都不想杀外面的人了，姐想杀你。外面都乱成啥样了，还搁这儿亲亲我，搂搂抱抱呢。我顿住，这上头的东北口音咋回事儿？赵子月没有注意到我的打量，一股大碴子味儿道：季婉玲是不？我跟萧月那真是大葱煮豆腐，清清白白，我俩那都是做戏逗你呢。你不知道萧月一觉醒来发现你走了，哭成啥样了。话还没完，萧月便捂住了他的嘴，笑得春风和煦。别听他瞎说。赵子月呜呜着掰开了他的手，看着他伤口责道：萧月，看来你那个老叔叔是真想你死啊，你说怎么办？萧月笑了笑：那我就真死给他看，遂了他的愿。萧月遇刺被害的消息传回京城那天，萧月的叔叔萧宇以萧家最后的血脉为由登基称帝。赵子月和萧月带着兵把皇宫团团围住时，他正在朝上跟大臣们吵得不可开交。我说他死了，他就是死了，有没有尸身重要吗？萧月一脚踢开大门，笑道：看来皇叔这个位置坐得不是很稳当啊。谈话间，常东上前三两下就把他擒住。在朝的大臣们无不老泪纵横，纷纷跪倒了一片：皇上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！完事后，赵子月给我科普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，大致就是萧月登基后，萧宇一直不太服气他，认为他乳臭未干，做不得这个皇上，于是私底下一直联络着平南王的旧部，企图谋反。萧月找不到证据，恰好我出了宫，便以巡视民间为由离了宫，一边寻找我，一边给萧宇造反提供机会。萧宇果然上当，竟派出死士伪装成胡人的模样进行刺杀。他本以为
萧月被刺中心脏必死无疑，不曾想他的心脏是长在右边。至此，萧月登基后最后一个能威胁到他的势力被就此铲除，皇宫迎来了久违的安定。赵子越被立为皇后，萧月给了他父亲一道永不废后的圣旨。赵子越父亲眉开眼笑，原因无他，他这个女儿自小舞刀弄枪，没有生育能力，且他只爱跟女子玩。这一道圣旨下来，就算赵子越膝下无任何子嗣，也能保赵家门楣百年不衰。条件就是赵家及其党羽的人誓死效忠萧月。赵子越父亲一口就答应了，毕竟效忠谁都是效忠。至此，朝堂上但凡有人指指点点萧月，他第一个站出来慷慨陈词，唾沫横飞，只把人骂得狗血淋头。完后再献媚道：“咋样贤婿，老丈人给力不？”朝堂上有赵子越他爹顶着，后宫便由赵子越罩着。她是皇后，又只爱舞刀弄枪，见不得弯弯绕绕，一有人捕风捉影闲嚼哑巴，她便把人叫进府来陪她睡觉。日子久了，大家看见她就捂着自己的胸躲开。而我，早在我回宫那日起，赵子越就发话说我是他在民间认的衣妹。大家尽管都知道怎么回事，也都心照不宣的避而不谈。这夜，我照例在他宫里吃茶，久违的系统声又响了起来。恭喜宿主完成了所以和养成系皇帝恋爱了此书所有填坑任务，特献上精美大礼品一份，恭祝您和男主长长久久，百年好合。话落，一份手稿从赵子越袖里掉了出来，捡起来一看，竟是这本书的大纲和开头，上面还有他哭天喊地的碎碎念，随手挖坑害人不浅，但我真的写不下去了，算了，弃坑吧。挖坑不填后，我穿越了啊，好害怕。明白怎么个事后，我掐着他脖子一阵猛晃，挖坑不填，让我来填，我要杀了你啊！你知道冷宫这几年我怎么过来的吗？谁家这种天崩开局啊？赵子越喘了口气，讪笑道：“但我也给你和萧月设定了好结局啊，嘿嘿，恭喜恭喜，马上你们就要洞房了。2月后，交房殿，红烛摇晃，夜色静谧如流水。萧月一身红衣，挑开了我的盖头，眼神明亮如星，与我床榻上久久缠绵。看着他酣睡的样子，我忽然想到一句话：愿我如星君如月，夜夜流光相皎洁。22番外，萧月。赵子越总说我和我母后是一对宿命恋人，我不知道，但我第一次见到他时，确实对他有不一样的感觉。那时我母亲刚去世，父皇顾虑大局，把我送给他，他弯着腰笑眯眯问我名字和生辰，倒像个大好人似的。但我很防备他，宫里太多勾心斗角了。直到我晕过去发烧那晚，他衣不解带照料我，眼睛都熬红了，还听太医的话，种菜给我吃。他和我母亲不一样，母亲会把很多事记在心里，但是季婉玲不会。她每天都笑嘻嘻的，凡事从来不往心里搁，时不时的还有些恶趣味。有年夏末秋初，他神神秘秘说要送我件礼物，我听话的伸手去接，掌心里赫然躺着一只半死不活的蝉。我吓一跳，下意识丢出去老远，他就叉着腰站在原地，笑得前俯后仰。那笑容比天上的太阳还要耀眼，让我产生一种错觉，他不属于这里。我下意识想把他抓住。他话很多，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，比我还像小孩。但偏偏他扮演的是大人角色，需要在我面前故作成熟。发现他很吃软软糯糯小孩那套后，我经常这样给他撒娇。看他笑得没心没肺的样子，我就开心。和父皇扳倒平南王后，我登基，他自然而然成了太后。大臣们知道我对他的感情后，都说他是妖后。我有心去舞，但他还是听了进去，竟在我爱吃的桂花酥里下药，妄想撮合我与赵子越。他不知道赵子越不喜欢我，我和他只是各取所需，我们自然也没有同房。等我醒来时，他不知已去了哪里。我想他大概不喜欢我，所以才能走得那么干脆。可我不甘心，我想要的我要得到。恰好我知道皇叔萧雨一直想造反，奈何我没有证据。于是我借着巡视民间的借口出宫，一边找他，一边观察京城的动向。他带出宫的那些东西都是登记在册的，我跟着这些钱财的流通路线，果然找到了他。
可又不像他。直到他借着酒劲软软的唤我，萧月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他易容了。我装作不知，问他的名字。他调皮的眨眼，周旋酒。我与我，周旋酒，您做我。这是他最爱的一句话。每次有什么他抉择不了的事，他就爱念这句话。我以为他是下定了与我不再纠缠的决心，所以我下定决心放他走。后来他耗尽百两要拍下那块松花石腰带，我误以为他是不是有了意中人。我心里又酸又涩，不想让他得逞。好在误会一场，在赵子越的助攻下，他和我顺利回到了皇宫。成亲那晚，我闭着眼假寐，听到他说愿我如星君如月，夜夜流光相皎洁。我勾起唇角，有些想落泪。明明他才是我的月亮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